亨利是个花花公子，整天没个正经，废话还多，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但这点在把妹这方面来说，却是相当有利的优势。和来夏威夷的女游客们玩恋爱游戏，他可是很在行的。他的女友多到自己都搞不清他们的名字。Linda 分手做的也是相当干脆，一个吻别都不会给。他的正职是一个海洋动物园的兽医，每天忙着给各种动物和基友看病。在一个倒霉的早上，他在餐馆偶遇女主，他手中的餐刀反射着阳光，照得亨利睁不开眼。她叫露西，喜欢用松饼搭积木，这样有趣的姑娘吸引了亨利的注意。作为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，亨利开始对露西念念不忘，这让他的女助手醋意大发。但和这样的女助手交往，估计一般人都会有点压力的。终于，亨利有机会和露西搭讪，他帮露西解决了一个松饼屋搭建的难题，两个人就此相熟，约定明天此时再见。第一次聊天分手后，隔着货车，开心的两个人都不装了，忍不住手舞足蹈。这一天，亨利很奇妙地和露西在沙滩上偶遇，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，转眼醒来却是春梦一场。当天晚上，当亨利想再一次勾引女游客时，脑子里却全是露西的影子。难道这就是真爱吗？他突然决定浪子回头了。第二天，亨利早早等在了餐馆，露西也按时到来。即使外面大雨磅礴，亨利高兴地坐过去聊天，对方却表现得从来没见过他一样。餐厅的老板娘告诉亨利，露西在1年前的车祸中头部受伤，失去了短期记忆力，每天都会忘记前一天发生的事。在邻居和朋友的帮助下，他的父亲和弟弟安排好了各种场景和道具，让露西能顺利地重复那一天。那一天是他爸爸的生日，弟弟相当不乖，和姐姐赌球赛的输赢来决定谁去洗碗。因为是过去的录像，露西当然会输，爸爸都被气得扔鞋子。直到露西去睡觉，父子两人才长舒一口气。但还没等气喘匀，他们又要把一切重置，为了露西明天的生活。这1年来，他们就是这样一天天的重复着。亨利爱上了这个女孩，但因为他花花公子的名声在外，老板娘和伙计都不允许他对露西下手。但他只用了20块的赌约，就顺利说服了伙计老哥。亨利故技重施，结果这次却被嫌弃了，一下输掉了20块。直到第3天，他装作不认字的白痴，这次终于得到了露西的同情，他成功了。但在分手时，露西识破了他的伎俩，稍稍有那么点生气，开车离开了。亨利追到了露西的家，却得到了他父亲和弟弟一顿相当客气的招待。他们不允许亨利再去餐馆，他们不想露西再受伤害。但爱情这东西一旦萌芽，只会迅速的茁壮成长，怎么可能说压制就压制的？不去餐厅完全没问题。亨利赶在露西回家的路上守株待兔，每天变着法的和露西偶遇。直到有一天偶遇了露西爸爸，爸爸让他演完今天的戏，去他家一趟。露西家中，爸爸对亨利说，他的出现让露西的生活变得快乐起来，因为只有在遇到亨利的那些日子，他画画时才会唱歌。他问亨利到底想干什么，亨利说自己也不知道，但只是想让露西快乐，而且不想让她某一天恢复记忆时，发现自己毫无意义地荒废了岁月。露西被安排好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。因为车子的罚单，露西发现了生活中的破绽，她发疯崩溃。她的爸爸和弟弟看样子也不是第一次应付这种情况了，她爸爸只好把这一切再一次解释给她。但即使是如此熟练，爸爸和弟弟看到露西这样，还是难以难过。不过只要再睡一觉，他又会忘记这一切。这一天，亨利陪着露西经历了很多。晚上分别时，露西说明天还想见到他。他告诉亨利，自己最喜欢百合花，明天见面不妨从百合花开始试试。亨利和露西家人的关系也有了让人高兴的进展。他为露西拍了一盒录影带，而且用了露西画画时最爱的那首歌，里面讲述了露西这1年错过的事情，还有两人相识的故事。这部分真的又好笑又感人，没看过电影的话，建议去看下原片哦。终于，他们两人能像普通恋人一样打闹温存。在录影机下，亨利认真地对露西说出了我爱你。两人终于有了初吻，以及无数个初吻。露西总说，要是在出事前就和亨利在一起就好了。在第23次约会时，他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。
顺利地滚了床单。夜晚，他们谁都不想就这样睡去。在床上，亨利求了婚，露西答应了。清晨，失忆的露西看到床上躺着一个陌生人，她被吓坏了。在露西看录影带的时候，亨利告诉大家，他想放弃去北极研究海象的梦想。虽然为此他计划和准备了10多年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如果离开，露西会怎样生活。隔壁房间里的露西静静地听着这些话，她感受到了亨利的心意，她不想做亨利实现梦想的阻碍，她决定和亨利分手，把亨利存在过的痕迹全都抹去。露西给亨利看了自己的日记，那些从开始看录像带后就开始写的日记，里面记着自己和亨利的点点滴滴。看一页撕一页，里面有一页记着亨利不太持久，亨利赶紧把这页扯掉。等到了明天，关于亨利的记忆也会随着这些日记消失。两人把剩下的日记打印成文档，取了个新名字叫读我。这个雨夜，日记烧成了灰。两人第一次吻别后，亨利转身上车，雨太大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到他脸上的眼泪。两人虽然分手，但与露西度过的时光让亨利无法忘怀。露西还是会在墙上画画，但她却从来没再唱过歌。对亨利来说，生活又回到了以前，但心境却不是。他尝试再去找露西，却被他爸爸婉拒。他想摆脱自己这样的状态，乘船远行。离别之前，亨利从老丈人那里听说露西去了疗养院，他还送了亨利一张 CD， 叫《沙滩男孩》，正是露西画画时唱的那首歌。亨利觉得是老丈人暗示他不要走，于是他调转船头回去找露西。两个人在疗养院深情对视，亨利问露西记不记得自己。在一段非常煽情的背景音乐里，露西说 No。 接下来要剧透咯，趁现在可以先点个订阅或者点个赞什么的，我会非常感激的。那开始咯，3、2、1。露西带亨利来到画室，里面所有的画中都是同一个人，亨利。露西说，虽然她不认识亨利，但她每天的梦里都有他。亨利向露西解释了一切，并且说，只有和露西在一起，他才感到真正的快乐。这两个注定在一起的人互相问候着 Nice to meet you， 就像第一次认识那样。清晨，露西睁开眼睛，开始一点点地重新记起这个世界。她看到了手上的戒指，她听到了桅杆和海浪的声音。他们的船航行在北极的冰川之间，身边有爸爸，有丈夫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好了，电影的剧情部分先到这里了，接下来是更有趣的影评部分哦。你肯定没想到，女主角巴里摩尔就是电影 E.T. 里那个被外星人亲了一下的小姑娘，出道时仅6岁，而且还提名了1983年英国电影学院奖最杰出新人主演奖。看上去光鲜迷人的她，生活过得却并不太平。9岁酗酒，12岁接触可卡因，13岁时已经第3次进入戒毒所。高中都没读完的她，在戒毒所里写了一本书，叫《迷失少女》。书中记录了自己与家族的复杂关系。非常有名的系列电影《霹雳娇娃》也是她拍的，而且她还是制片人。经过人生的起起落落，她终于在2000年左右，带着那种特有的纯真风韵回到前台，拍了一系列不错的电影。关于她的故事很长，有机会我会详细讲讲。这部《初恋50次》上映于2004年，绝对可以说是爱情片中失忆题材的上乘之作。片中女主露西因一场车祸而得了短期失忆症，还说学名叫 Goldfield Syndrome。但我查了一些资料，结果是这个病在现实中并不存在，也并没有一个叫 Goldfield 的立陶宛医生。真正的顺行性遗忘症，要么影响持续几分钟或几秒的短期记忆，要么影响持续数天或数周的中期记忆。入睡与这种病症无关，而且睡眠其实是有助于强化记忆的。露西的病其实更像是有规律的阿尔兹海默症。女主的名字 Lucy 并不是随便取的，名字的本意是光。露西就像是亨利生命中的一道光，引领他走出了感情的迷途。她总是闪着光出现在亨利的生命里。这个名字还有另一重含义，在基督教文化中有位圣女叫 Saint Lucy， 她是一位殉道者。传说她的眼睛被挖去，但又奇迹般的恢复了视力，于是信徒把她当作光明与希望的象征。这恰如失忆的女主，也暗示着女主最终可能会恢复记忆。故事发生在有着浓郁热带风情的夏威夷，
花花公子亨利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真爱，他会给自己设计出各种身份，去和游客处处留情。他沉迷于这种游戏。表面上看，露西的失忆恰恰符合了他这种每天都需要新鲜的性格，但是当他真的陷入对露西的爱的时候，他的这些创意又变成了他持之以恒的追求露西的动力。他在露西身上找到了生活真正的意义。露西在吃早饭时经常看的一本书叫《啄木鸟静物画》，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一位在逃公主和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逃犯展开。书中深入探讨了爱情的本质，它展现了爱情的复杂性，不仅仅是浪漫的情感，还包括两个人在灵魂层面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需要。书中的主人公们跨越了身份和社会规范的束缚，勇敢地去追求真正的爱情，这些都在暗示露西内心对爱的渴望。露西的爸爸和弟弟是相当爱她的，为此他们不惜每天重置生活，以免对露西造成冲击，但却没有更好的方法向前走。作为两个大男人，他们可能并不了解露西对爱的渴望。他们和露西一起被困在了同一天，直到亨利的出现给了露西最需要的东西，爱与记忆。他不希望露西活在重复的日子老去，即使失忆也有爱和生活的权利，也把这一家人从那一天解救出来。这就来到了一个非常形而上的问题，我的本质是什么？我想不是肉体，不是大脑，其实是无数个记忆的片段才塑造成了我。关于这个话题，有个电影叫《移魂都市》，里面的人每天晚上都在交换着记忆和人生，大家也可以找来看看，说不定哪天我会给大家带来那部电影的解说。说到弟弟的演员，大家肯定看着眼熟，他在《指环王》中饰演弗罗多的小弟山姆，是个相当忠诚的伙伴。故事中戏份很多的那个餐厅还用来拍摄布鲁斯·威利斯的《太阳之泪》，同时那附近也是第一部《侏罗纪公园》的取景地。因为这部电影，我才知道 Aloha 不只是你好，还有再见的意思， Not aloha hello, aloha goodbye， 甚至还可以用来表达我爱你。露西送给爸爸的生日礼物是一部电影，叫《第六感》。布鲁斯·威利斯在里面饰演一个儿童心理学家，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。女主的服装也是一个看点，那场在疗养院教画画的戏，露西穿着一件宝蓝色的中式旗袍，再配上金色的盘发，真是相当可人，一下让我想到了《银翼杀手》里乔伊那楚楚可怜的模样。露西在画强化时唱的歌叫 Wouldn't It Be Nice， 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作者之一 Brian Wilson 对嫂子的迷恋。歌曲以一对年轻恋人的视角展开，描绘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幻想。在简介区我会附上这首歌的链接，有兴趣可以听一下哦，很好听的。亚当·桑德勒的表演可以说是游刃有余，在搞笑和认真之间自由切换，他有着一种让人一看就觉得很花心的气质，但在电影中却总是饰演纯情的角色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戏剧冲突吧。他是浪子也是情种，以至于电影中露西一直对亨利说，如果是在车祸前遇见他就好了。在电影最后，露西告诉亨利，他虽然仍然记不起他，但亨利每个晚上都会出现在他的梦里，这些记忆应该是记在心里的。这种话听起来很浪漫，是不是？但其实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和亨利相处导致心跳加速，不停地重复这一过程，便形成了和高级思维无关的条件反射。对于露西来说，亨利每天都像是一个新认识的人，有足够的兴奋度刺激，而且每天亨利都在强化这个反射。换句话说，露西只会越来越爱亨利，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听到铃铛会流口水一个意思。诶，怎么突然感觉不那么浪漫了？电影中开头1分钟左右的时候，亨利有个做牙医的前女友，这个牙医是男主角现实中的妻子，两个人感情恩爱得很，到今年应该差不多20多年了。这么看，桑德勒还真是个挺专一的人，有生活啊，怪不得。亨利这个角色是相当积极的，他喜欢挑战，喜欢改变，敢于去追求自己的所爱，并为之付出相当的努力。和亨利相比， James Blunt 就显得消极很多。记得他那首很有名的歌 You're Beautiful， 就是写的他自己遇见一个美人却不敢去相识的故事。如果不够勇敢的话，就只能徒留与一人偶遇后再擦肩而过的遗憾。所以，勇敢的少年啊，快去创造奇迹。电影里的生活总是那么简单，快乐的工作，轻松的生活，
不去追求金钱和不必应付工作的纷扰，只是恋爱，再加上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至于爱到底是什么，我想，爱其实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责任，是一次最大代价的选择，代价大到要用自己的余生去践行自己的诺言。可是人生漫漫，起初相爱的人们会在日常的琐碎中渐渐忘记最初心动的感觉。这样看，爱情长青的秘诀，也许就是遗忘。遗忘掉那些繁琐与桎梏，记下那些值得铭记的美好。所以，仅有一天的记忆，在爱情中未必是件坏事。除了爱情，这还是一部喜剧电影，有些情节相当搞笑，推荐去看原片哦。这部电影真的值得多看几遍。我是阿易，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